天玩一个城市一点都不难。这一集我一次带你走遍挪威峡湾4个经典行程，而且不论你是搭邮轮还是自由行，这些行程都超容易安排的，价差还很大呢。虽然其中3个站我已经拍了独立的影片，分享详细的路线、亮点，还有自由行的价钱，但这一集你会看到我之前没有分享过的心得，还有一些幕后花絮。这是我呕心沥血剪出来的重磅影片，就算你不是搭邮轮去挪威，对你也会有帮助。你好，我是 Addison， 我在这里分享我的旅游心得，尤其是邮轮的实战经验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我这一次的挪威峡湾邮轮总共是8天7个晚上。那我们先快速的看一下这一趟的行程路线还有亮点。第一天，我们从英国的 Southampton 登船。这一天其实蛮忙的，登船、吃饭、看表演、逛船、游泳，什么都想体验一下，一整天很快就过去了。第二天是海上日，邮轮行驶在北海上，朝挪威前进。今天的任务就是好好在邮轮上面享受放松。第3天早上一睁开眼睛，我们就到达挪威的第一个港口 Haugesund。这是4个港口比起来比较城市化一些、比较冷门的一个地方，但同时也是挪威第一个国王的故乡哦。第4天我们还在睡觉的时候，邮轮已经开进了壮丽的峡湾，停靠在 Åden。这是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小镇，根本就是人间仙境，你们看下去就知道了。离开 Åden 之后，邮轮并没有闲着，我们沿着2条内陆峡湾航行。第5天，我们来到了航程中我最期待的港口 Flum。如果你去挪威没有去 Flum 的话，那就真的是白来了。傍晚在离开 Flum 的时候，邮轮会穿过2条经典峡湾。第6天，我们来到这个行程最后一个站 Stavanger。你可能会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，但是当你看到这个步道石的时候，你就会说，哦，原来在这里啊。这也是我唯一没有单独做一集的地方，所以我会花多一点时间好好介绍。第7天是最后一个海上日，我们哪里也不去，坐在邮轮上放松享受，好好回味一下这几天挪威带给我们的美好与震撼。第8天一早，邮轮已经回到原点 Southampton， 结束了令人难忘的挪威峡湾邮轮。而下一批游客也已经在大厅准备要登船了。现在我们对行程大概有一些概念之后呢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港口来看。如果你也计划明年要去挪威峡湾邮轮的话，那你现在就要看清楚了，这4个邮轮港口适不适合你的胃口，要不要跳过或是纳入口袋名单。看完这一集先做功课，然后明年出发前再重新看我的影片。所以现在就订阅我的频道，不然你到时候找不到我。那我们现在先从第一个港口开始。第一个地方 Haugesund， 其实在我出发之前呢，我是没有听过这个地方的。而且在做攻略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人都是下了邮轮之后呢，就在附近走一下，就是他们的老城区啊、教堂、museum， 还有一些雕像，就这样子没有了。而且这个地方跟我其他要停靠的地方比起来，Haugesund是属于比较城市化一些的，就没有挪威印象中好山好水好漂亮的风景。出发前我知道附近是有个维京村的，但我不确定要不要去。但是当我和我闺蜜走到市中心的时候，发现这边真的没有什么特色，而且我之前住过欧洲几年，所以欧洲不是所有街景都那么吸引我。而我闺蜜呢本身就住在欧洲，所以当我们到了市中心的时候，就决定说，这里真的没有那么好玩，所以我们赶快去维京村吧。下了维京村的巴士之后呢，我们先经过山坡地。在山坡地的时候，我就看到羊在那边吃草，然后整个氛围感突然就马上涌上来了。接着呢，我们就先到了一个展览馆。展览馆呢，主要就是围着挪威第一个国王的生平做一个介绍。这个国王当初是为了追求他心仪的女生，这个女生说，等你统一了挪威之后，我才会嫁给你。所以呢，他就立志决心一定要统一挪威，而且在那之前他不会剪他的头发。所以除了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之外呢，他还有个外号叫做美发王，因为他有一头漂亮的长金发，而且他20几岁的时候就统一了挪威了。参观完展览馆之后呢，我们就回到室外，然后穿过一个树林、2座桥，在树林，然后到了维京村。而对我来讲，这个维京村最有趣的是里面的女主人，因为她真正的住家离这个维京村才20几分钟。然后我想，20几分钟不就是刚刚我走过的树林吗？
我就觉得他住在树林里面吗？然后他跟我说，他们在维京村里面工作是有角色扮演的，像他是女主人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安排一个男生给他扮演是他的男主人，就是他先生，她老公。结果他们两个假戏真做，真的结婚了。而且有些时候，如果他们不想回家的话，他们就会住在这个维京村里面。我就觉得，哇，怎么可以在2025年的时候，可以选择过着这种原始的维京生活？反正对我来讲，最有趣的是我遇到他们。好，第二个港口 Auden 是最让我惊艳的一个地方，因为我很明确我要去 Flum， 而且我听过太多 Flum 美好的事情，所以我对 Auden 就没有很大的一个动力去研究怎么玩，有多漂亮我没有。但是到了那里之后，我发现这真的是人间仙境耶。那一天天气有点雾，还下点小雨，整个氛围非常的宁静，感觉就是被山被湖泊包围着，就是有一种美感，让我会觉得想要轻声细语，不想吵醒这个小镇，不想吵醒这里的居民，就是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气氛。那一种氛围我到现在还在这里，真的是太感动了。在 Auden 除了我去的冰川之外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景点，就是搭他们的缆车。这个缆车每个季节的时间是不一样，价钱也不同。像6月份的话就是650挪威币来回。搭这个缆车呢，你就可以上山，然后用上帝的视角俯瞰峡湾，还有周围漂亮的这个景色。但是我们那天天气不好嘛，所以我们也知道，就算真的上山了，也看不到什么。那说实话，如果那天天气好的话，我也只会去看冰川，因为一天跑这2个行程的话呢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你可以选择搭计程车或是跟团，看看有没有办法一次满足这2个愿望。但我呢，就是想去看冰川，因为我没有看过，原因就是这么简单。那关于怎么自己搭巴士去看这个冰川呢，我已经做了一支影片，另外做了详细的介绍，欢迎点阅。那到了Auden，如果你哪里也不想去的话，其实在港口就已经非常漂亮了。港口那里就有一个湖，湖水非常的清澈平静，感觉像是一个巨大的镜子，就是天空啊，旁边的房子啊，山都会倒映在这个湖面上的那一种。而且在那里你也可以租那个划船，就可以自己在湖上划船，也是蛮好玩的。而且在一个比较大的巴士站那里还有商店街，所以你也可以在商店街逛一下。而且在港口的对面呢，你就会看到有一条商店街，商店街背后就是他们的山区，你也可以在那边自己 hiking。 那当然去这些大型的景点会加分，但是如果你哪里也不去，在附近就已经很漂亮，你就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Auden 的那种宁静的美好。有一个小插曲，就是当邮轮早上停靠在Auden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男人坐在那边静静的盯着外面看，然后他感受到我在他后面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你看那里有房子耶，有人住在那些房子。我觉得很淡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你真的要亲自去感受，就是那种 magical 的那种时刻，你要去自己去感受。好，下一个地方 Flum， 这个美到太不真实的一个小镇。我之前已经讲了很多次为什么要去 Flum 这个地方，可以从 Flum 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峡湾。此外，这里还有世界知名的观光火车，所以你有兴趣的请看我这支 Flum 的影片。我想先聊一下观光火车，因为我出发前就已经有很多想象有多美多么的梦幻，但是当我真的踏上这个行程之后，我发现有落差，其实是很美的，是我过度期待，所以才觉得没有那么的特别。所以说你期待越高，就多少会有些失望，但是其实还是很值得的。我建议的话，有机会一定要去。而且它中间停靠的那个有瀑布的那一站，这个红衣女孩呢，她只有在夏天的时候会出来表演，在那边跳舞。所以说如果少了这个红衣女孩的话，就没有一种仙气了，
感觉气氛会马上掉下来。所以说，如果是火车跟小湾渡轮只能2选1的话，我会选择小湾渡轮。如果你想2个都参加的话，那就更要看我的 Flump 索引去参考一下我的行程。我一直叫渡轮是因为我希望可以跟我们坐的大型邮轮有所区分，所以我叫它渡轮。这个渡轮呢，它是因为它是绿色能源，所以是很安静的，一点污染都没有。所以行驶在峡湾上的时候，好像是水上漂，因为它很近，然后就这样子飘过清澈的湖水，没有什么浪，就这样子轻飘飘的带着我们渡过这个峡湾，所以有一种水上漂的感觉。然后你可以看到两边都是高耸的峡壁，然后前方就是湖水，然后一重一重的山。我现在讲起来我都毛骨悚然，因为我觉得你真的要去感受。搭这个渡轮呢，它是没有划位的，所以呢，它里面可以塞很多人。上了渡轮之后呢，你可以随便自己找位置坐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你坐哪里不重要，因为你应该都会走到室外去，然后看风景吧，因为这就是峡湾的灵魂所在。所以说，如果天气不好的话，也有好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坐在室内，所以在室外的人呢，就相对来讲比较少。那你就有空间在外面拍照，然后好好吸收他们的那种峡湾的灵气。记得要穿好防风防水的衣服哦。在渡轮里面呢，有一个贩卖部，你可以去那边买一些小点心，然后还有咖啡，所以你可以边喝咖啡边看着峡湾，怎么样都好。总之你不会失望的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好，现在讲最后一个景点 Stavanger， 这也是唯一一个我没有单独拍一支影片的港口。这支影片我会花多一点时间介绍这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也是，如果我没有要去挪威的话，我是没有听过这个地方的。但是我给你们看这一张照片，你们就会觉得说，哦，原来在那里啊。就是 Tom Cruise 拍不可能任务的时候其中一个地方。如果你想从 Stavanger 港口去参观这个步道石的话呢，你可以参加1日团。这个团呢，最短也要6个小时，也就是说去了这个地方，你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其他地方了。首先你要从港口搭车1个小时左右到了登山口，到了登山口之后呢，你就要开始步行上山，单程的话是3.8公里，大概耗费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，来回的话就是4个小时。所以光是坐车2个小时，爬山就要4个小时，加起来6个小时。上去之后呢，这个石头是很大的，然后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，所以呢，上去的话你们一定要小心，不要为了拍人生的高峰照片而从高峰掉下去，因为真的有人掉下去的。好，因为这些种种因素，我就放弃了这个挑战，我就决定说，我们就坐渡轮去看峡湾吧。那我在订这个渡轮的时候呢，我有些犹豫，我想说，我已经坐邮轮7天了，然后在 Flump 也坐了渡轮，我还要坐多少渡轮？但是我又问自己说，我不就是为了看峡湾而来的吗？那就看好看嘛。我在 getyourguide.com 买了我们的船票，现在我们要去找我们的码头，应该是其中一艘了。一下了邮轮就看到渡轮的港口，非常方便。我参加的是3个半小时的旅社峡湾渡轮。这里是挪威三文鱼的养殖场。旅社峡湾比较宽广，两岸的山壁和石头看起来更高耸挺拔，颜色相对来讲比较少，所以风景看起来比较硬。而在 Flump 所搭的纳柔伊峡湾，风景比较柔和，有着浓浓的田园风光。接着我们经过旅社峡湾吊桥，这座桥又长又高，现场看非常有气势。接着渡轮就慢慢往这个洞穴靠近，乍看之下没什么特别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传说有一些逃犯为了躲避警察，他们就躲到这个洞穴里面，所以又叫做浪人洞。接着我们看到一只很帅气的山羊。原来工作人员会来这里喂山羊，突然间觉得好暖心哦。
接着我们来到今天行程的第一个亮点——步道石。这真是大自然的奇迹。这一颗几乎是正方形的巨大岩石，非常独特又壮观地竖立在峡湾的边上。虽然这一次无缘从上面往下俯瞰，但可以从海平面仰望604公尺高的岩壁，也是另外一种震撼。在微微细雨中，渡轮在播上背景音乐，整个氛围感突然爆表，让我觉得有一种深不可测、非常壮观的震撼。很快的就来到今天的第二个亮点，也是挪威最壮观的瀑布之一。这时候渡轮播着磅礴的背景音乐，挪威人太会调情了吧！当渡轮越来越靠近瀑布的时候，水花咚咚咚的打在我身上，我可以感受到水的重量，耳边全部都是呼隆隆的水声。我终于觉得这个钱花得值了，虽然全身都湿透了，但我觉得总比待在室内好，真的好爽快，好嗨呀！3个半小时之后，我们回到原点。其实这个港口非常好逛，所以预留一些时间，你绝对不会后悔的。想要追求速度与激情的话，也可以参加这种 RIB 快艇带你去游峡湾，在港口那里可以直接报名参加。港口这里有 7-Eleven、Burger King，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教堂，这边还有一些市集，我们去逛一下。这个是挪威最久远的教堂，已经有900年的历史了。当初统一挪威的国王就在这里建立了第一座教堂。因为有了教堂，所以修道士来了，其他文明文化市集也开始在这里开始建起，然后慢慢的一点一滴就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的城市。所以这个教堂对挪威的历史，对这个城市来讲很重要。教堂只是一个起点，而起点就在这里。进去这个教堂参观，一个人要75挪威币，而且只收信用卡。那我在门口摸一下就好了。港口附近还有非常热闹的商店街，这里可以看到挪威人比较生活化的一面。因为是在山坡上，所以从不同的高度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，还可以眺望看到整个港口，非常漂亮。港口附近还有一区叫做 Glemnes Stavanger， 翻译成英文就是 Old Stavanger 的意思。这里有超过170栋保存得非常良好的白色木屋，是北欧地区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木屋群。这些白色木屋超过了200年的历史，过去曾经是农夫和港口工人的住宅区，现在已经转型成高级住宅区了。这些白色高雅的外墙，配上红色瓦片的屋顶，然后窗边有鲜花和绿叶，整个气氛非常的温馨又有活力。这里还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小店，卖着手工艺饰品、玻璃制品，还有一些餐厅，很值得在这里花上1个小时。我觉得 Stavanger 是一个非常迷人的港口城市。在这里结束我们的挪威峡湾邮轮行程，让我极度的舍不得。这几天在挪威的天气都这样，都已经快要回邮轮了，太阳就出来了，也放晴了。总结就是这4个我去的小镇各有特色，都非常美好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不妨可以照抄我的行程。就算你不参加任何行程，在港口附近走一下，相信你也可以感受到挪威的美。下一支影片呢，我将会详细的介绍我所搭的英国邮轮 P&O， 他们的母港是在英国的 Southampton， 提供很多欧洲路线。如果你正在安排明年挪威峡湾邮轮的话，我强烈推荐你回来收看我的影片，可以帮助你做一个判断，要不要搭我搭过的邮轮。所以现在就订阅起来吧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。